现在是11点整，我们到了店家门口，但是并没有开门。刚刚有传简讯给我说，他们要再延迟半小时才开门，可能临时发生一点问题了吧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马位置呢是在。Hello， 我是托马，现在收看的是托马那马好手。今天托马是在曼谷要体验非常流行的换太服。大家平常会在郑王庙的附近那边换太服，是我选择换太服的店家，我还蛮期待的。这一间呢是位于曼谷的老城区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待会进入 Let's Go。我们在外面等了有10分钟，也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只好自己先上来。原来这上面等的是一个大的摄影棚，老板还没有来，我们在那边坐着等。没等多久，老板娘马上出现，立刻帮我们搭配太服款式。这家店名色 Chai， 在泰文的意思是形容女子走路摇曳的姿态。我们顺利选完了衣服，刚刚原本我要选比较偏深色的颜色，可是那一件衣服对我来说太大件了。白色的上衣之外，还会再配银色的裤子，缎带上完之后还会再上金色的腰带，整个都是一整套的。原本我们还在担心白色的袜子，然后我们就 Uniqlo 买，就它现场还有一条更大、超级长的袜子，所以如果你有来这边，记得穿白色的鞋子配白色的袜子才是标准的。换完装之后，沙发这边有一个 logo 可以帮你拍照。如果你要专业拍摄的话，是另外再收费；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用你的手机拍就可以了。这整个环境是还蛮舒服的。不过现在想到待会要去到外面，觉得好像有点热。老板娘们非常的热心，她帮我们叫了一台嘟嘟车，帮我们送过去，待会再慢慢的走回来。我们现在准备要上嘟嘟车 ，Thank you。วัดราชนัดดา OK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Any help call me。OK，Thank you。这老板娘非常的热情。现在最红嘟嘟车的 app 叫做 Mobi， 就是不收现金，是必须要有泰国的电话号码才可以注册。所以老板娘在帮我们叫了这一台。这车跟一般的嘟嘟车比较不一样，它是改装过的，座位比较多。除了后面3个的，前面还有3个位置，空间比较大。现在外面开始有点飘雨，希望待会呢雨就停了。首先第一个来到的叫做王孙氏国王献给他的孙女，原本呢应该是旁边这一个庙，然后后来又在盖中间。王孙氏非常的特别，是我们看看最上面的那几座尖塔，世界上3座唯一金属顶的城堡，然后另外2个呢在印度的斯里兰卡已经损毁，世界上唯一只留下这一座。唉，现在天气快要下雨又没下雨，穿这个其实还蛮热的。看到后面一层一层的尖塔，总共有37座。由上往下看，共是有3层的正方形，由中心往外扩张。原本呢，尖塔应该是黑色的，后期呢才把它漆成金色。店家借我们的竹扇扇一扇，也有檀香味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好香啊！我们从修王寺要走到金山寺的路上，会经过后面小桥。明天有国王的生日，所以再往后走就是市政府了。这一整条桥正在做一些花式。Take me far away past this mediocre days. I need to stop this
走这小桥好危险，我们只能走在旁边这种小小的路上面。我们现在走到桥下面看有什么东西。身后原来是一个码头，水陆交通，这是其中一个站。我看他们都在这边集合。我们走着走着就来到了金山寺，其实距离也没有很远，过个小桥就到了。金山寺啊，是市区里面的一个小山坡。据说这个山坡呢是人造的，这个山坡建造的时候没有非常的顺利，后来决定在上面多盖一个寺庙，就是现在的金山寺。金山寺为什么有名呢？金山寺呢又叫做秃鹰广场。据说以前曼谷霍乱的时候，有非常多的尸体，当时古城内禁止火化，若要处理尸体，只能运出城门外。那这些尸体要怎么处理呢？后来透过天葬的方式，那时候就有非常多的秃鹰啃食这些尸体。现在的时间是1点40分。其实我们穿这套衣服，从穿好然后出门，再走到金山寺，总共才40分钟，然后就热了半死。难怪很多人说大太阳的时候穿这衣服真的是快受不了了，非常的热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走回店家去把衣服还给他了。这间店的1楼也是蛮有名的，卖炸鸡的，是以前东方文华的厨师。2楼呢就是住泰福的地方，住泰福4个小时690元，利用 Facebook 跟他预约，我觉得整个服务还不错，老板娘非常热心。好，我们赶快去把衣服换掉。我们整个换完了，老板娘推荐了非常多的好地方给我们。下次如果有来到泰国想要出泰服的话，除了郑王庙那边可以做选择，这里呢也是蛮不错的地方。不过这里离郑王庙是真的蛮远的，好处就是非常少观光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再分享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们这次所预约的泰服店呢，是11点才开始，几乎半个小时的空档。我们到旁边的咖啡店，发现这间的2楼应该是摄影棚，因为旁边有闪灯，它的 logo Red Muslim。除了有咖啡之外，也有泰奶可以喝。我们对面等一下，待会呢就要去换衣服喽。